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加快对华出拳，国防部认11家央企为军事企业啊。那么先说新闻啊，这个星期的3，也就是8月26号，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把24家中国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列入实体清单就是制裁啊。这些公司是在南中国海，帮助中国建设这个人工岛礁和军事设施啊，其中包括3家央企。那么到了今天呢，美国国防部8月28号一口气公布了11家。中国的央企认定这11家央企是中共的军事公司美国会对这些公司进行制裁。这些企业直接或者是间接在美国有经营业务那么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美国决心凸显并反制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其实这是针对军民融合的这个战略来展开的军民融合战略通过那些看起来像民间实体的中国公司、大学或者研究项目，获得先进的科技，支持解放军的现代化。那么这些被列入中共军事企业的名单，我大概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不多11家，中交建这个 BIS 已经制裁了到这里又列入这个中共军事企业中交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东方红卫星股份公司、联通电子股份就是原来电子部下面的央企叫 CEC CEC 是很大的企业那中国化工集团中化就叫中化然后中国建设集团叫中建，都是中字头。在中国呢，中字头被央企垄断央企普通的老百姓你成立一家公司不能用中国只能用其他的名字，这跟封建社会是一样的。封建社会也是有这很多名字，皇帝用了某个名字，你就大家都不能用了就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然后这个省一个省，比如说湖北省，湖北这2个字，这个老百姓你们民企就不能用全部留给湖北省的省属企业才能用。然后武汉市武汉这2个字老百姓不能用全部都留给这个武汉的这个国企就是国企垄断这个名称，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说明什么？中国现在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这就是等级制度，就是他们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他们的等级关系政治地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个中国建筑集团中建中国三峡集团然后是中国核工程建设总公司11家。那么美国199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要求制定一份中共军事公司的名单以确保中国不能够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而获得危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国防技术。然后国防部今年6月份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中共军事公司的清单这个清单包括什么呢？包括华为，包括海康威视等20家中国的大型的国企和央企。那么美国国防部说他会继续更新这份，然后现在20家，上次公布20家，这次公布11家。他说会继续更新这份清单，在适当时候会加入更多的名字那么加到这个国防部的清单里面，他不会马上制裁
不会马上制裁。不过，根据国防授权法，美国总统有权针对这些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动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叫 IEPPA 啊 ，IEPPA 就是美国川普总统对这个 TikTok 和这个微信就是根据这个权利法案 IEPPA 的权利啊，对这些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啊。那么他把这个放进去就是要制裁的，如果不制裁，他放进去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你看，星期三啊是商务部啊，星期五国防部。那么这些措施呢，就你可以看美国动用的这个措施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我大概概括了一下，美国是3个方面啊，从3个方面对中国采取这种我们叫对抗性的措施啊。这3个方面呢，有3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有点像刚才讲的这个软措施啊，比如说像什么软措施，比如说第一个，比如说签证政策啊，我限制某一类人到美国来，然后不断的增加限制的数量啊、种类，总之对你有影响的人，我全部都限制。这是第一个啊，第一种措施就是签证措施，这是软措施。软措施的目标是什么？脱钩啊，它都不是直接对抗啊，都是间接对抗，就是跟你脱钩啊。比如说签证措施，第一，签证措施；第二，制裁企业啊，制裁企业。制裁企业呢，比如说它有针对性的各个类别，我要打击的企业类型，一项一项的来，一项一项。美国商务部有，国防部有，各种各样的部，各种各样的类别都有。这制裁啊，制裁企业啊，制裁企业的目的是什么？2个目的。第一个，打击领头羊，打击领头羊，比如华为去打击领头羊，那么削弱你的实力啊，你就别想你在其他地方挣钱，我不管你，但是你不可能在和我有关的业务当中得利。总之就是这样啊。美国的大体上策略就是第一个签证，第二个制裁企业，第三个制裁个人啊，比如在香港制裁个人，擒贼先擒王啊，制裁这些领头的。从香港议题到新疆议题啊，一直下来啊，制裁个人，然后取消各种待遇啊，比如说香港取消待遇，取消跟你终止很多关系，终止跟你很多的合作，基本上都终止掉啊，就是终止你的各种合作，让你没办法和我产生连通关系，就是取消待遇，终止合作啊。大概就这个4、5种啊，有4、5种这种措施，这种就是软性的措施，不直接对抗，但是和你脱钩啊，这是第一种，就是我们讲总结它就是以脱钩为方向的软措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那就是硬措施，硬扛、硬打、硬对抗。第一，首先当然是军事领域啊，比如说在东海、在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都是这种硬对抗，硬对抗通常是军事手段啊，军事手段演习啊，然后就巡弋，然后就侦察啊，不断的侦察。你基本上你可以看，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美军在中国沿海的持续的侦察，电子侦察，全方位的电子侦察，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战场已经扫描完了啊，基本上。空军、陆军都有扫描过了啊，扫描过，包括这次中国导弹发射啊，导弹发射它也是有飞机在那边等着的啊，所以实际上中国发射导弹其实是泄露了它的军事机密，包括它的这个各种参数啊，这个。有一点失策了啊，有点失策。我们说战略上有失策，在技术上也有失策啊。这是第一个军事上的对抗。第二个，各种这个
比如说网络孤立啊，比如说蓬佩奥推动的这种清洁网络计划，第一步是把美国保护起来，跟中国脱钩。第二步，联合其他国家也来做这个同样的动作，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孤立中国，就是把墙修到中国边境去，大概就是一个这种措施。还有一种就像有点像什么，就比如说中概股，对中概股下手，比如说在香港制定某些政策等等，它通常这一类就是直接对抗，影响非常大出拳非常重，它都是硬对抗这基本上是硬对抗。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战略性的。那么比如说意识形态的攻击进行这种舆论战通过意识形态，通过信息战通过新闻战对中国采取各个领域的我们讲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联合和通过这个地缘政治进行结盟，针对中国进行结盟，就是战略合作，这是第二种第一种我讲的是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是内核，手段通常是信息战，通常是这种政策宣示通常是这个新闻制造各种新闻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手段。第二个就是结盟通过地缘政治，通过他的传统的盟友建立一些联盟，针对中国的联盟，这就是战略性的那么基本上通过这三个层次对中国展开对抗这个层次很清楚，有操作层面的有政策层面的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战略层面就是很清晰那么最近你看这个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大家记得他之前得了这个新冠肺炎那么住院治疗，现在治疗好了呢，他就出来参加一个活动，星期五参加一个活动当然就这个新鲜热辣，讲什么呢？讲这个中国的演习，4个区域演习，然后向西沙群岛发射导弹那么他这么说，他说重话，他说中国对南海9段线的主张，好似要吞并整个西太平洋，想把这些国际海域变成中国的内海或者领海，这简直是荒谬。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独断专行、富有侵略性的中国，但是美国不会退缩，美军会持续捍卫航行和飞行自由，我们美军会一直秉持专业，谨守国际行动国际规则，采取行动。然后他说，中共不只压迫香港，还霸凌、欺压台湾和印度。他相信美国会持续采取川普这种勇于回应的做法，来应对中国造成的挑战，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他说，不管是谁成为川普的继任人，他说我坚信美国都会对中国的恶意攻击挺身而出，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强硬，看见没有这是非常强硬。然后之前五角大楼就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就针对中国的这个军演和导弹发射发表声明。然后这个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也发表谈话。埃斯珀的讲话其实是蛮狠的他抨击他说解放军不是人民的军队，也不是捍卫宪法的军队，它是一个党卫军、党军这个美国现在开始对中国、对中共的认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触及到本质
那么我们来讲讲川普吧，川普总统。川普总统8月27号昨天在白宫蓝草坪接受共和党提名角逐连任。川普说：“我衷心接受这次提名，角逐连任美国总统。”超过1500名支持者在蓝草坪欢呼鼓掌那么川普在他的演讲川普发表演讲15次提到中国15次提到中国，这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的原因又要讲他这个讲话的原因。这些讲话可圈可点川普说，华盛顿圈内人要求我不要对抗中国，他们恳求我让中国继续偷走我们的工作，剥削我们，肆无忌惮地掠夺我们的国家。但我遵守了对美国人民的诺言，我们采取了美国史上最硬、最勇、最强、最猛的方式来还击中国。未来4年，我还要为把工作机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厂商减税。任何想要离开美国搬到海外生产的企业，我们都会加税。我们要确保美国的企业与就业留在美国。我正在这么做然后他抨击中国把病毒散播到全世界，造成美国经济受损。他连任以后，他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宣示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是一个我一直讲川普总统留了一个震撼弹在后头，就是追究责任，追究疫情的责任。这件事情如果在选前川普总统把它烧起来，那影响会非常大当然川普总统也没有忘记他的对手是拜登他一直在攻击拜登。在这个演讲当中，他说这个拜登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拥有我们的国家。中国支持拜登，非常希望他赢。我也可以告诉你们，这是非常可靠的，这是根据非常可靠的消息这攻击拜登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现在的情形其实你可以看到越接近选举日，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他对中国的态度会越强硬那么这个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拜登在他上个星期的这演讲当中没有提太多的中国基本上没怎么提到他的中国政策。那么但是虽然也有民调认为这个美国的选民并不太关注中国议题，但是你可以看川普总统完全没有管这件事情，他仍然把中国的议题当作他的竞选纲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他在他的演讲当中持续的提中国议题。为什么？我分析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虽然民调讲这个中国问题美国选民没那么关注，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查有一点误差。为什么？你想一下，疫情虽然美国的选民其实第一关注的是什么？经济议题饭碗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第二是疫情那么可是虽然疫情不是直接跟中国有关系，而是关注的是美国发生了疫情的情况。但是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疫情迟早有一天会往回追上去疫情从哪里来，谁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点。如果当
这个议题一发酵的时候，中国议题就跑出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川普总统似乎承担着背着一个锅在那里啊，就是说美国的疫情越严重啊，对川普总统越不利啊，因为什么？一个经济的影响啊，经济你没办法重启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人命损失啊，人命损失，他作为美国总统，他脱不了干系。在以这两个为前提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引入这个追责议题，其实对他是有利的，对他选举是有利的。因为第一个，当他往回追的时候，中国议题跑出来，在中国议题上，拜登其实没有话语权，因为他不是现任总统，他可以提出很多的政策，但是他提的政策没有针对性，因为他没有在实际发生的过程当中。而川普不同，川普总统他是现任总统，他很多政策他现在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两个议题，除非拜登上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国政策，啪啪啪12345，我认为应该对中国更强硬。12345道理是什么？我应该采取什么什么措施？拜登除非拿出这个清单来，否则的话，他没办法讲。他没办法讲的话，他索性就不讲。但是不讲，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讲，而且要大讲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提名和拜登的提名，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有两点。第一点，川普总统的政策更清晰，拜登更重要，更着重什么？更着重理念啊，更着重理念。川普更着重实务啊，我不知道美国的选民更接受哪一种方向啊，但是作为一个现任的总统，他在政策上应该更具有清晰的方向，这个应该是应有之义啊。那么作为一个后任啊，就是竞选的这个候选人啊，就是说他们有在岗位的候选人，拜登他更强调理念，他有他的道理啊，他有他的诉求，这个我觉得要看下一阶段的民调，才能比较出这两个人的方向，谁更受选民的欢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中国议题上，拜登基本上没有，那么川普总统的政策更清晰，大概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啊，主要的差别就这两点啊。但我一直讲说，越接近大选，虽然拜登没有讲他的中国政策，但是其实他是没有选择的。他也会被卷进去，为什么？因为当话题起来的时候，记者一定会问的，记者一定会把个麦怼过去啊，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不讲，他必须讲，所以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新疆议题啊，新疆议题，川普团队提出来，是不是要给中国贴上这个种族灭绝的这个标签，这个其实这是露出来的消息，放出来的消息，是川普团队故意放出来的风，来试探一下外面的反应啊。拜登团队马上把这个话题接过去，你不是在讨论吗？我直接就判定中国在新疆的问题上是种族灭绝，这是什么？就是你跑不掉这些议题。当你在这个议题跑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避得开的，你必须做出回应。那对拜登来说，我不回应不行，那我要回应，我就更坚决、更强硬。所以实际上，在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都没有选择，他们必须竞争性的保持强硬。这个态势呢，会给中国方面一些错觉。中国方面会有一些错觉是什么？他们觉得
中美关系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大选，他们还停留在一些历史的数据当中，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哈，你看中国发射4枚导弹，发射这4枚导弹表达出的信息是什么？他仍然在吓唬美国，吓唬美国人，或者是在发现某种情绪。这个发现某种情绪跟吓唬某些人，他们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还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的现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对抗局面。这个对抗不是一般的说，我觉得你真的长大了，有可能取代我，不是这个。是美国真的认为中国对美国有恶意、有敌意。你看奥布莱恩讲的有敌意，这个敌意是什么？这个敌意就是你要打击，你要威胁我，你要伤害我，你要攻击我。这跟以前美国大选打中国牌、打中国话题、拿中国来说事儿，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果倒置，就是原因是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破裂，才会出现我刚才讲候选人竞争性的强硬，而并非仅仅是竞选的策略。中国发射这个导弹，如果他真的明白中美关系的这种对抗的级别的时候，他肯定不应该这么干。为什么？你想一下，你这不是正好瞌睡碰上了枕头吗？这两个候选人正好在要表达对中国强硬的态度。你发射4颗导弹，还发射中程导弹、远程导弹一起发射到那里，反映你的实力，反映你的意图。你又有实力又有意图，行了，正好这个候选人的看法是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讲了2期节目，都是讲中国发射导弹的战略误判，这的确是战略误判。就是说你从这件事情来看，你可结合这2个候选人的立场，对华政策的立场，你可以看出来，翻过来再来看这个导弹的发射是什么问题，还是误判。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提醒一下最近还是洗粉很厉害，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这个订阅还在不在，然后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尽量的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希望更多人参加我们的直播，让我们的直播更有看头因为我们的网友藏龙卧虎，水平很高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尽量简短，不要太长我们可以多读一点，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明谢Ken T Chen 谢谢，请王老师饮 Starbucks 谢谢Starbucks 我经常现在少了，原来是基本上天天都泡在 Starbucks 姥姥王谢谢，网友称老师黄先生，我来解释，广东话里的王黄不分，所以王都要念成3横王或者是大赌黄是的在广东话里面黄跟王都念成我Crane 谢谢好，明谢情况昨天说到有些地方不能办护照，昨天上班时间坐车经过某出入境机构，大门紧闭，而且重庆飞欧洲机票5万多，转机3次，真是也是够了
相当情况。Patron 观点啊，中共军备都是质量低劣的仿制品，看看北京吉普212就知道，那么简陋的车还没出厂就开始修理。历次战争从来不敢出动空军，救灾从来不敢大规模使用直升飞机，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少。每次我经过广州陈村军用机场，都看见大批战斗机、直升机停着发霉，为什么？因为质量太差。情况，老家浙江农村最近在大搞劈山改田工程，就是把一些小山推平，改成耕地，其实根本无法耕种。据工人说，乡政府已经没钱，无力发工资，继续把这个工程完工，从中央领一笔资金，以见燃眉之急。浙江搞农田有意义吗？浙江人多地少，一向浙江的这个耕地一向都不足。如果中国真的需要耕地，大片耕地都在抛荒啊，大片的耕地都在抛荒，你把那些抛荒的耕地用起来就行了。你这个什么情况？劈山改田，这什么情况？这是乱来，中共简直是乱来。我今天看在这个推特上看见一个，哎呀，我这看的我都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个大概是拘留所吧，两根铁棍，这两边有个口，把手架在里面，脚也是一样架在里面。人根本无法动弹，这两根棍子中间有一根铁棍连在一起，基本上人就被一个工字形状的钢筋控制在4个手脚控制在4端，根本无法动弹。我看到那个我简直是，我就觉得就2个字，邪恶啊，就邪恶。中共真的是没办法说啊。提问王老师，疫情追责只要涉及赔款，非洲穷哥们都会跟上来吧？貌似只要有钱拿，非洲国家都不会放过。中国人有一个我们叫鄙视链啊，中国人的各种鄙视链，其中国别当中，非洲是排在最后的鄙视链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这样，不要用这种态度去看待其他国家。这个我提醒一下好吗？谢谢情况啊，那个情况今天参加本周参选的参议员的电话汤后，他接受选民提问前后1个小时，大概8个问题，其中2个问题是中国的问题。美国选民对中国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可见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关注，有一定的关注吧。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把他的政纲，第一是经济，第2是疫情，第3是中国啊，我觉得这个排序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应该是有依据的啊，应该有调查啊。观点从天朝的舆论来看，他们希望拜登当选，所以就反着选就对了。我看了今天几个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我的看法是这样：根据情报之前有一个情报机构的分析，中共更倾向于拜登，原因并不是因为拜登的政策没有这个川普总统的强硬，不是这样。对于中国来说，川普总统对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确定性。就是说，川普这过去4年，中共有无数的误判，我们经常讲，我们可以往前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其实中共一直在误判川普总统，就是说川普总统不确定，分析很难分析。川普总统自己也在刻意的经营一个不可预测性。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他碰到川普他就很难办，就是他不知道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因为他很难分析，不可预测。那么对于拜登来说呢，你让他选择愿意选川普还是愿意选拜登？那么拜登毕竟这把年纪在这里，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政客，非常传统的政客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分析，他有他的取向，他有他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他有他的模式，他身边的那些人，你把这些东西分析完了以后，你大体上知道拜登他会采取什么，强硬也罢，不强硬也罢，不管怎么样，他可预期，他可以分析。所以从他们其实这个情报机构的态度是这个态度，就是说，相对于川普总统而言，中国更愿意选择，更希望拜登上台的原因是因为拜登有可预见性，就是一个这个跟强硬不强硬没有任何关系啊，根本这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对中国来说啊，川普上台对他有一定的好处，这个好处并不是强硬不强硬的问题，而是他更容易制定对美政策啊。问题，拜登连提都不提，何以见得他会对中国强硬？不确定，不好说啊。你最不好说的是什么？最不好说的是没有说出来的政策，你不好说。说出来的政策好办啊，说出来的政策你怎么分析都行，你知道他想干嘛，你干到什么程度，大体上有个谱。最不好说的就是他啥都没说啊，他啥都没说，你不知道他怎么干，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强硬，你也没办法说他强硬，对吗？所以很难比较，很难比较。提问：我怎么又觉得川普在玩雷声大雨点小的游戏？制裁这么多所谓军工中企，好像只伤其皮毛。这些企业还活得好好的。前段时间制裁国防七校，今年高考招生好像也没受什么影响，比如哈工大、北航、南航、西北工大等部高校录取分数还在名列前茅，似乎屁民都不知道这个制裁存在。你是不是搞错方向了？这7个学校不是制裁这个学校，是不让这些学校的学生到美国来读研究生，你搞错方向了啊！它跟在中国的学校招生没有1毛钱的关系，美国的政策不是去伤害中国的哈工大，去制裁哈工大，不是这个意思。他也制裁不了，这是个学校，制裁他啥？他是说这些学校的本科毕业生不能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是个这个政策啊，你搞错了啊。情况，我老公和他的白人朋友聊天离不开病毒的话题和中国问题，现在他们不喜欢中国，我的邻居都插上支持川普的旗，民调我觉得相差太远，不是一回事。提问：美国就不能直接出击中共的要害吗？击中中共的要害吗？为什么要等中国的反应？看他们导弹发射有什么意思？亮袭也不敢再做大动作。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行为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一句话2句话讲不完。一个国家他做任何一个动作，他背后是有他的推动这件事情的各种机制的啊。你比如说中国制定政策有各种方式，各个渠道都在制定政策。你比如说国务院制定政策是怎么出来？各个部委打报告、写题、建议啊，打报告交给谁？交给国常会。那么国常会是谁？国常会主持会议的是李克强。李克强拿着这报告，当然之前已经看清楚，然后在国常会上提出来，然后通过，就变成一个国务院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由这件事情的推动发生到实施落实，
它是有一个后面的有个机理啊。那比如说像两会，每年开两会，它也是推动一些政策，两会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出来，那么它是在人大的层面推出政策啊。那么很多国家有不同的政策推动模式，你比如说像美国白宫啊，白宫推动它的政策，它通过它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行政命令，然后或者是根据国会的各个提案、各个法律啊，比如说我们讲国防授权法，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法案提出的要求，他可提出要求。你比如说今天美国国防部把这个11家央企放到认定为中共军事企业，认定为军事企业，根据什么？根据是美国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它里面有个要求美国国务院拿出这个名单来，那么白宫拿出这个名单来，他就根据这个拿出名单。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背后有他的道理。美国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他的政府行为每一个行为背后有他的依据。所以作为美国总统，他不能够任意行事，他要根据规则来行事啊，不是说你能不能直接就出去跟中国打一架，那不是这样的啊。国家的政策不是这样的，每个国家有推动政策的模式和机制，好吗？观点：美国此刻不带头进行钳制，放任共产党侵蚀自由世界，未来绝对不只是我们中国内地人问题这么简单，世界将为其发展付出代价，这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非常正确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的南海的军事目标是啥？我个人觉得是拆岛礁。美国的南海军事目的是啥？那应该是它的战略吧？这个印太战略，美国的印太战略啊，不仅仅是拆岛礁，拆岛礁只是实现它的印太战略的其中一个手段啊，也不一定真的会自己去拆啊。真的动手去拆呢，真的可能会打仗，会产生冲突或者产生局部冲突。所以拆岛礁这个事情说说就算了啊，但是不一定会真的发生啊。我不觉得，我要是川普，我不会派部队去拆岛礁啊。为什么？拆岛礁不是一件好的办法，不是一件好的做法啊。你最好是你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它建好的岛礁失去功能，这个方法更好。因为你拆岛礁，你怎么拆？你无非是派飞机用炸弹把它炸了，对不对？那你想一下，万一把人给炸死了怎么办？炸死了10个8个，你后果是什么？你后面的事情你控制不了。所以我不觉得拆岛礁是一件好的建议啊。最好的办法，你像美国太平洋战争时期，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国它叫越岛战术。越岛战术什么？在太平洋上面接近日本的时候，日本在很多岛上面部署了它的防卫工事，部署了很多人在各个岛上面形成一层一层的防卫网。美国呢就一个岛一个岛的去打了几个之后，美国觉得，其实我不必每个岛都打，我隔着岛打，我占领这个岛之后，我这后面这个岛不打了，我直接打后面那个岛，甚至是越过几个岛打更远的那个岛，中间这4、5个岛我不打了。为什么？我把后面的岛占领之后，这些岛就失去了供给啊，又没粮食又没弹药，我打它干啥？让它自生自灭。事实上，我就少打了很多，所以这叫越岛战术，就越过去打后面的，再越过去打后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算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都没有每个岛都去炸。你现在这个和平时期，你去炸它的岛礁干什么？对吗？你有更好的办法，有政治手段，有外交手段，有地缘政治手段。
所以拆岛礁，我认为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啊。现象，以前朋友在空军，他说一到半夜，领导就把油卖了挣钱，期间守卫持枪把守。不意外，我真不意外啊！就是卖航空油，那很值钱。提问：南希佩洛西说，他觉得不应该有总统辩论，王老师怎么看？是民主党害怕拜登露丑而回避辩论吗？辩论是选举的传统啊。我看了那个视频，我也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当然，这只是佩洛西的说法啊。那么真正的这个到底辩不辩论，还是得听这个拜登竞选班子的意见。佩洛西老实讲，他在这里讲这样的话，并不恰当，我认为并不恰当，因为他并不是竞选团队的人。美国总统选举，党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作用，但是真正的还是候选人本身的决定。党只是提供支持啊。观点，我原来也有这种鄙视链思维，听了王舍的节目，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是的，中国人歧视黑人啊，那个鄙视链里面最低的就是黑人，歧视歧视越南人，歧视东南亚人啊。原来呢，香港有钱，中国比较穷的时候呢，就是高看香港人，高看台湾人。后来呢，自己觉得自己有钱，比香港人其实还是没有香港人有钱，香港人更有钱，但是自己觉得感觉好啊，就开始弹丸之地啊，把这个香港和台湾叫做弹丸之地，这就是中国人的歧视链啊，鄙视链。所以中国人的鄙视链是一个我经常讲的一点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讨论种族歧视的人群。中国人，包括我本人啊，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种族歧视，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这种等级观念，先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搞定了啊，从观念上到行为上要搞定啊，要消灭这种种族歧视，消灭这种等级观念，才有资格去讨论别人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中国人在这个领域是最没有发言权，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说吧。啊，观点不是歧视人种，是讨厌行为。就像我不喜欢来台湾的大陆游客团，但喜欢自由行的大陆人，因为素质差，行为差太多。这还是歧视行为啊，还是歧视行为。你可以讲你不喜欢某一个人的某一个行为，但是你不可以讲那个旅游团素质很差。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讲？是有人做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事实没错，这事实。但是你必须 specific 具体的说谁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歧视啊。提问王老师能不能找时间讲一下新加坡？杨洁篪为什么会访问新加坡？新加坡在中美之间扮演什么角色？新加坡是亲中还是亲美？新加坡的企图是什么？我们有一期是专门讲杨洁篪访问新加坡，访问韩国啊，不叫南韩，叫韩国的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加坡是亲中还是亲美？请新加坡的网友说说好不好？现在我回答一下。新加坡其实是一个，他骨子里呢，他还是有普世的价值观的，因为他是英国的殖民地啊，这是骨子里他还是有普世的价值观。但是他也得面对现实，他也得吃饭，他也得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国在他旁边啊，所以他也面对现实啊，所以有一些行为他不能得罪中国，有一些行为他也不能得罪美国，所以
他跟中美两国都说好话。你看李显龙，他跟中国也说好话，跟美国也说好话，他在走钢丝啊，他搞平衡。虽然美国也拉他，中国也拉他，但是呢，他很清楚啊，他不能够很明显的表现出他跟谁太近，因为跟另外一个人得罪另外一个人，他也没好果子吃。新加坡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你说呢？好不好？提问：目前美国对中国大陆国字号企业的制裁，会不会对中国政局内部的利益格局产生割裂影响？据我所知，中国大陆不论是国企还是央企，几乎都是各种二代的钱袋子和在当局立足的利益链。目前，美国对各种国企的制裁无异于断了这些二代们的口粮。如此一来，会不会加剧党内斗争的局面，进而影响习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权地位，用愈发强硬的对外政策和政治铁腕？哇，你这个链条很长啊！第一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央企也好，国企也好，大型的国企也好，应该就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国企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延伸，国企大家记住，国企也好，央企也好，它都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延伸出去啊。比如说公交集团，公交集团是什么？公交通局的延伸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水电集团水电公司是什么？水务局的延伸等等，它都是它都有隶属啊，都有隶属。那么这个利益是谁的呢？这个利益就是隶属的那个政府部门的。所以你说的这个二代他不会跑到这儿来，这个对他没有吸引力。为什么？真正对二代，红二代也好，这个太子党也好，他们不会碰这些东西，碰这东西又要搅到这个政府里面的人事权力斗争里面去，他没必要，根本没必要。市场上有那么多的企业，这些红二代也好，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资产规模。上来，我拿一个大企业，比如说鲁能够大吧？鲁能上千亿的资产，这是个国企，我想办法把它变成私企，我找一家公司给它收购了，变成一个私人企业。我一下子就几千亿搞定一把就搞定，所以他不会搞什么国企央企去，不会搞那个，他直接拿一块资产出来，他们是这种模式。你说的那个是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故事，但是这些大体上他们的方向是这种方向啊。你还觉得为了几千万几个亿，还要跟这个官员进行搏斗？这些官员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这个政局里面的事情非常复杂的，这是红二代去搅和这个，不会的，不会这么干的啊！观点：中国对美国的误判其实还是在于国家制度的根本不同。千百年来，中国官场文化一直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为官就是为了钱，为了国家族利益，为人民基本上都是糊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判断也基本上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他们也认为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观和价值观只是更高层次的糊弄而已。这是会有这种误判啊，会有这种级别的误判，就是叫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啊，就是怎么可能不贪污嘛？他觉得美国官员也得贪污嘛，是不是？你看我们这贪污，他也得贪污嘛，大概就会这样想啊。观点：王老师是否偏向民主党？之前川普不但说了，而且开始干了，您还骂。现在拜登说都不是，你却帮着。中国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怎么都算重要。如果拜登不表态，可能代表他自己知道
他的表态拉不动选票。你看，你又说我偏向民主党，然后那边又说现在又有人说我偏向川普这个很难办的。你说大家是不是？大家来评评理，你说这个公不公平啊？老实讲，我谁都不偏向，我只说是我不偏向人。拜登是没有说他的中国政策，你让我怎么评？我没办法评，是不是？川普不表态，川普没有不表态，没有如果，我们不做假设性的问题，好不好？打卡台湾提问：最近好莱坞沙朗斯东的视频，哭着说一家亲戚很多人都得新冠病毒，很多人死亡，所以让大家选拜登。美国人觉得拜登能够解决新冠病毒的问题吗？全视频看不到一句责备中共的话语，为什么呢？这不才是真正被谴责的源头吗？情况有客房租赁公司跑路了，又是几千人维权之路又是。观点建议在互动环节，除了观点提问和情况，可以增加一个主题，一方面主题情绪，一方面情绪不同于观点，观点可以辩论，情绪则不属于可以讨论的范围。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自己情绪有自觉、自省、自查。情绪很有创意，就是我要表达一个情绪，我很愤怒我对谁谁谁的做法很愤怒 ，OK， 也可以我们来试试，我们下期节目就试试，好吗？观点关于歧视Thomas Sowell 分析过，在个人数据缺失的时候，人就会用群体数据来判断个人。我觉得歧视所有人都有，但有素养的人会尽可能的得到更多的数据来判断，而不是随便开地图炮。提问：王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台湾对美国牛肉、猪肉免税政策的影响吗？为什么蓬佩奥和彭斯都发推感谢？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台湾那么少的人口，每年吃多少猪牛？网友：台湾是少数还未开放美国猪牛的国家，不开放，后续台美贸易联盟谈判无法展开。那你想一下嘛，那么多国家都开放美国的猪肉跟牛肉，包括中国大陆那么台湾不开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台湾你现在还要求美国嘛，是吧？求美国卖战机给你，求美国保护你，求美军在需要的时候支援你，那你开放牛肉、猪肉市场有些合理性有些动力。但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台湾的农民又不希望开放市场，所有的农民都不希望开放粮食市场，也不希望开放这个肉类市场，当然更不希望开放任何市场。但是这里面就是问题就在于你就要进行一个权衡，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补贴他们，或者是对农民进行补偿，或者是你有没有配套的措施让大家都觉得好一点等等这不是不可以谈的，可以谈，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这个世界上办法永远比问题多，是吗？你说呢？观点：一位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知名人士说，美国之所以出现现在的状况，就是因为保守派固执地认为选票能解决一切问题。在赢得选举的同时，左派占领了文化、传媒、教育，然后下一代全被洗脑，所以不要相信什么沉默的大多数，你沉默就是默认他们的合法性。你沉默投票赢得行政部门的同时，失去了文化领域。我其实没懂，这段话。美国的现状很差吗？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在中文的语境当中都认为对方把美国毁掉了。如果对方把美国毁掉了，美国人为什么还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何在。我看到的美国和中文语境当中，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好，共和党支持者，他们嘴巴里的美国，我看到的根本不是跟他们完全不同。所以我老实讲，美国人他们自己互相攻击对方，我不理啊。至少我来自中国，我来自香港，我看到的美国比他们看到的说的美国要好得多得多，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还是希望，无论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你讲你自己的政纲就好了，你想你怎么样会更好就好了，不要说对方把美国干成什么样了。对，是的，我也看到美国的不好的地方。我举个例子，行政效率，美国的行政效率很烂，美国的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非常的差。我比较的是谁？我比较的是香港，香港的行政效率世界第一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的行政效率比香港更好，干得更好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要讲制度，英国人最厉害，但这一点都不妨碍美国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这样。为什么？你还不有点缺点？你没有如果你一点缺点都没有，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民主党的支持者，请你们只说民主党有多好就行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请你们只讲共和党有多好就行了。你不要去攻击对方。我从今天开始，所有攻击对方、骂对方的话我都不读，请我们的后台也不要选上来，就说你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你说我们民主党有多好就行了，可以吗？我们只用这种进去的方式就对了啊。情绪哈哈大笑，昨天安倍因为健康问题辞职，立刻被微商卖保健品写成无数文案，着实让人忍不住大笑。 OK， 观点关于歧视，我怎么又来了啊？观点，我是新加坡人，中国得罪不起，可是美国还是老大，也是真的朋友。 OK， 观点，19世纪朝鲜半岛居民也会说中文，至少会写中文，至少会写中文，跟日本可以直接用汉字沟通。新加坡做的去中国化，不过是跟随日韩越南的步伐而已。台湾不被武统，也可能走上类似的道路，脱亚入欧啊，没那么没那么极端吧？是这样的啊，不是中文，说错了啊。朝鲜半岛，朝鲜原来是中国的属国啊，属国是什么呢？属国并不是殖民地，属国是附属国，它还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它每年纳贡，然后呢，中国对它呢有一定的约束，仅此而已啊。那么中国对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有文化上的影响。什么叫文化上的影响？你比如说日本用汉字啊，日本使用汉字，朝鲜也使用汉字，所以朝鲜的文字里面是有汉字，日本的文字里面也有汉字啊。那么，但是它并不是中文，它仍然是日文，它只是借用了汉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会说中文，不是的。朝鲜的文字里面也用汉字，借用汉字，所以大家别搞错了，那仍然是朝鲜文。日文里面也有汉字，它只是借用了汉字而已，它并不是中文，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中国人呢，对自己中国人这种大汉族主义，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我本人也有，但是我们要讲事实啊。那么后来韩
韩国跟朝鲜陆陆续续的把汉字从他们的文字当中清除出去，去掉了汉字。日本也开始减少用汉字，就是说日本的他用他的片假文啊越来越多，汉字用的越来越少，但是仍然会用，会有汉字，但它不是中文，记住，它并不是中文。台湾会不会走这条道路？当然不会走这条道路。台湾是中文，它的法定文字是中文，汉语啊，所以脱亚入欧太极端了吧？五四时期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啊。观点：新加坡讲华语的亲中，尤其是中老人，因为受有线电视的 CCTV4 凤凰卫视新闻的影响，讲英文的新加坡人亲西方，但不一定喜欢川普。年轻人大多不会选择去中国旅游，但不排斥去中国做工。就是洗脑的成果。其实中国在东南亚的这种我们叫洗脑工程展开的非常的绵密啊，所以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被中共洗脑的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刚才讲的中老年人啊，非常严重啊。观点：所谓武统就是侵略，这就是中国让台湾厌恶的主因。我之前讲过啊，中共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其实是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合法的政府，然后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三段论为武统提供了法理依据，所以台湾要打破中共所谓的武统，就要打破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他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的角色，这就是现在台湾和美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情况：今年迄今，台湾新登记22名外国记者，其中包括数名遭中国封杀的新闻工作者。被中国赶走的记者去了哪里？去了台湾。被香港赶走的记者以后会去哪里？也会去台湾。台湾会被全世界关注。大家记住，记者在那里虽然会骂你，但是让你的透明度提高，让你的能见度提高。你的能见度越高，不管好坏都是好事啊。观点：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从联邦的形成、宪法的制定和历史的演进去认知。我在美国50年，从共和党转成无党派，知道两党各有长短，互相替换恐怕是最好。理想的话，两党往中间靠一点，合作多一点，对抗少一点。观点：看一个国家就应该看身边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最真实。比如在中国，大街上随处看见戾气很重的人，你就能感受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提问：王老师，蓬佩奥推特称蔡英文为总统，这是有什么深意吗？蓬佩奥早就称蔡英文是总统，蔡英文的确是总统，他中华民国总统，民选的总统，没什么深意啊，因为早就已经这么做了。当然，如果有一天他叫蔡英文是台湾总统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那么他现在称他是总统，蔡英文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是事实，他没有犯错误啊。观点：台湾是中华文明最后的火种。我说真的，我真不希望台湾建国，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们华人民主的灯塔。你问问台湾人同不同意啊？明谢 Jimmy Lam， 谢谢支持王生 Helen Wu， 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